大家好，我是阿佑。本期成本非常的爆炸，不是说机器爆炸，五台热门机都非常的便宜，但因为不同光源光谱不一样，相机又和人眼不同，不同光源放在一起拍，相机只能使用一套光谱，记录下来的色彩会朝不同方向偏移，所以只能分开单独拍摄5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台机器的外观，这个价位主打的就是一个轻便小巧。5台机器全部都只有一个 HDMI 接口，大部分都采用一样的 2.1 低延迟接口，支持游戏低延迟和运动补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 2.1 的接口才可以支持游戏模式和低延迟。爱普生甚至还在使用非常先进的 1.4 接口，只支持 1080p SDR 信号输入，不支持 HDR。从这里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出，热销的 A100 是一台古董机。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参数排行， A100 亮度排名第3名，这已经是非常超标了。其他几个机器实际亮度都很符合这个价位。这个亮度是什么概念？40尼特约等于手机开1/4的亮度，60尼特约等于开一半的亮度，200尼特约等于手机近乎开满的亮度。注意，这是投影仪只投100寸不开灯的一个亮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度排行，坚果 N1 表现最佳，亮度表现第3的 A100 反而垫底。我们通过已知对比度、已知亮度就可以推算出黑色画面的亮度表现。N1 虽然亮度表现不佳，但是对比度表现非常的不错。反观极密，整体亮度不佳，黑色表现也非常的一般。系统方面，虽然每家芯片不同，但除了 A100 芯片比较落后外，各家流畅性方面表现都还不错。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直接来看实际画面的表现情况。我们全程使用固定参数拍摄，统一固定参数已经标注到了画面右上角。每台机器根据相机和监视器校准了白平衡，至少能做到90%的肉眼还原，后期不做任何的处理。本次拍摄以中亮度机大眼城为基准，设置固定参数，可以明显看出在 SDR 画面中，爱普生、当贝、大眼城的亮度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爱普生。在 SDR 色彩方面，最接近准确的其实只有爱普生和坚果。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谢谢官人。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在 HDR 画面表现中，坚果 N1 颜色最准，爱普生表现第2。其他机器虽然都支持 HDR， 但在色彩上偏差还是蛮大的。Are you here on business, sir? Afraid so, Francis. Why don't you take the net off? Thank you, sir. Fuck you, motherfucker.
Where's Josh? Badass! That's good! Crawl my little star! Car number 6, we are moving. 4 Alpha, repeat 4 Alpha, Windows Status teams on all sides. Copy that. Darkness falls and she will 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to some twilight land, where all but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 as my guide. Night falls, I'm cas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 run and burn eternally? She's a mystery to me. She's a mystery girl. She's a mystery girl. In the night of love, words tangled in her hair, words seem to disappear. A love so sharp it cut 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 words tearing me apart. 最后我们再来分别对每个机器做一个总结。首先是这台爱普生 A100， 优点1，亮度表现非常的好，亮度排行榜第3名。在 90% 的画质场景中，高亮度机器的优势都会非常的明显。优点2， SDR 色彩表现非常的好， HDR 色彩表现也还不算差。优点3，画面过渡非常的自然。缺点1，机器太老，系统明显卡顿。1.4 的接口不支持低延迟游戏模式。缺点2，灯泡机噪音还是非常大的。缺点3，黑色表现过差，可以说黑色完全显示的都是亮灰色。缺点4，画面有中间锐、边缘虚等问题。第二台吉米，优点1，相比我们对比过
过的吉米 H6、H5，画面没有锐化过重的问题，画面表现也比较自然。缺点除了优点全是缺点。第3台当贝，优点1，机器是这5台中最小最轻的。优点2，除了 A100外，在同价位亮度最高，也算是综合表现不错的机器。缺点1，色温过高，颜色偏深，眼睛挑剔的用户画面可能会不耐看。第4台坚果 N1，优点1，整体表现非常的均衡，因为3色激光的优势，颜色也更容易准确。SDR、HDR 色彩表现都非常的优秀。优点2，机器重量非常的轻，有云台有收纳盒。缺点1，亮度表现没有很突出。缺点2，3色激光有散斑的问题。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7.5理由尝试一下这款机器。第5台大眼橙，优点1，同价位唯一一款采用 0.4G 芯片的投影仪。优点2，同价位唯一一款采用 0.4G 芯片的投影仪。要芯片有芯片，要画质有芯片。缺点1，画面调教偏差，锐化过度都非常的不自然，建议降低锐化可以解决一些。缺点2，颜色偏差比较大，也是5台中画面最脏、噪点最重的一台。大部分用户都还反映系统存在一定的问题。以上的机器还都有无法校色、无光学变焦等问题。如果你对哪几台比较纠结，可以买回来比较一下。都支持7.5理由退换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费时费力，制作不易。如果对你有所帮助，求一个免费的3连。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